好，世大运哦，其实也看得出来中国大陆的一个展现国力的一个这个主要的舞台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新的科技都在这边亮相了，比方说颁奖的礼仪机器人也在这个成都世大运里面亮相哦，所以我们看到就包含了荣宝机器人，很可爱哦，这个熊猫造型的颁奖仪式，这样子把这个奖杯拿出来啊，送上这个奖牌哦，首次亮相就是为这个运动员送上奖牌，还有无人驾驶的巴士哦，所以看到这次的这个选手村的开村，融入了非常多的这种智能科技的服务啊，围绕在赛事的生活、衣食住行，然后配置了一些智能的翻译啊、智能厕所，还有无人驾驶的巴士以及这个机械人哦，有这种炒菜、泡咖啡，还有桌球机器人当陪练员，还有双足机器人负责在这个大运村里面欢迎全球的嘉宾进驻哦。那导览机器人就握手啊、带路啊，还能够跳个舞啊，所以展现出来这个中国的这个科技上面的一个实力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1100辆的新能源巴士啊，还有660辆的新能源小车，都作为这个运动员、技术官员还有媒体这些交通服务的车辆。除了能够实现低碳的这个概念之外哦，也展现出大陆作为新能源车大国的一个形象啊。那另外大家看到了拜登哦，拜登讲到最近他去到这个相关的美国的媒体的访问，他提到了。这个全球的基建排名哦，中国大陆是排在第2名哦，结果美国反而在第13名啊。他就说，这样我们美国要怎么样领导世界啊？我们来听一听。We used to be rated to have the #1 best infrastructure in the world. Now we're number 13. China used to be beyond 13, and now they're number 2 or 3. What's going on here? How can you have the b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and the 13th ranked infrastructure in the world? 对，很多人在想说，那他第1名到底是谁哦？我在想说，可能拜登是口误，因为我查到最近一次的这个排名哦，就是最类似他讲的，就是美国好像排在第14名，然后中国大陆是第3名。那一个第1名是新加坡，第2名是荷兰。人家想说，哎，怎么可能会是这个排名呢？然后我看一下他的这个算法，他是说以这个国土面积跟 GDP 什么整体来平均，才会出来这样的一个结论哦。所以可能拜登不知道我还没有查出来，他引用的是到底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构所讲的话。那再来我们看看哦，他现在就是要积极的冲基建嘛，所以他就说有1.2兆美元的基建法，说要弥补过去的不足，来升级交通啊、网络跟水资源哦。他说美国每3座桥就有1座需要修复或更换，美国全国有43%的道路状况不佳，还有2400万户的家庭哦存在这个缺乏可靠网络的设施，有220万户的家庭是没有自来水的，所以现在这种衰败啊、脆弱的基础建设，已经变成了一个美国噩梦啊，还不是美国梦啊，已经变噩梦了。这样大规模停电的频率是越来越高啊，2000年不到2例哦，2020年已经超过了180例哦，70%的配电线，已如预期，就是到了这个50年寿命的后半段哦。预估到2029年，美国在强化电网以及这个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哦，可能会面临到20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纽时提到了，他说凭借这一款，他讲什么呢？他是现在在讲中国大陆啊，甚至还有一些恶意的这个软体哦，在干扰美国的这个基础建设哦，所以切断各地的供水、供电、通讯啊，所以怎么自己。这个生不出来，还怪隔壁邻居那种感觉哦。你自己本身的问题很大，可是现在讲说是中国大陆的恶意软件所造成的，所以大陆的专家就讲说，这类的报道就是典型的美方做贼喊捉贼哦。那还有中国的驻美大使馆提到了，中国每天其实面临最大量的网络攻击就是来自你美国啊，你不要每次美国就无端指使这个指责啦，来抹黑中国大陆。所以美国现在就是甩锅，可能是他们这个政治上面的一个操作方式。再来我们看一下中东的基础建设，这个大家聚焦到以色列的总理现在倡议说要花8460亿来扩建铁路哦，说希望能够连接沙烏地阿拉伯。那所以他们说
偏远地区还有特拉维夫，未来可能有这个陆路来连接。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他说这个美国的高级官员上周访问沙国，就要推动跟以色列正式这个建立关系的可能性。所以美国现在非常积极参与啊，是不是也很想要拿下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中东的话语权好像不是在美国作为发话方哦，因为你看到过去啊很多的一些大型的基础建设，都是中国大陆所做成的哟。那我们看，现在连这个大谈雅虎其实也在10月份的时候预估要去访问中国大陆，原本是在7月份啊，但是现在好像推延到了10月份。那中沙的关系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更胜美国。我们就从一条高铁说起哦，这个麦地那到麦加连接2个圣地，穆斯林每年这个朝圣必搭哦。这个沙国开价了600亿美元，其实包含了日本、德国，他们本来有意要来标，最后是由中国大陆来承接这个工程，而且他们自己还补贴了40亿美元哦，就是培训了400名沙国工人，还自己自亏了40亿美元。那2009年到2018年9年的时间把它给完工了，因为它这个难度非常的高啊，要穿越沙漠来施工，而且还要在55度的高温下工作，所以最后啊，沙国王储是大声喊赞啊，就说哎呀，这个做的是真的是不错。另外一个进县城市哦，也是大家看到这个1兆美元的建设哦，这个看到沙国的王储很放心的把这样的一个交通隧道的这个项目施工合约也交给了中国大陆，所以现在显然中国大陆等于是有口碑了嘛，已经做出越来越多基础建设，在这个地方获得了这个中东国家的认可了，所以现在看起来中东的发话权已经实质的落在中国大陆身上，更不要说埃及还有这个非洲第一高楼，大家都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来问一下亮哥，这个麦高铁啊，就麦地那麦加，我叫麦啊。事实上，一开始是西班牙得标的，结果盖到一半就盖不下去了，因为施工真的非常困难啊。那中国大陆是来收尾的啦啊。那中国大陆那个时候真的是不惜成本，就因为中国大陆他自己在国内盖过沙漠的铁路嘛啊，所以就是不惜成本把它盖起来了啦。那事实上，那个沙特阿拉伯后来有给他一些回馈了啊，那不然基本上是超过成本，可是这个就建立了口碑啊，所以后来你就看到了，包括事实上这个小 MBS 最大的计划就是红海要盖未来城嘛，那是最大的计划啊。那事实上我们就看到那个除人系统，华为就拿到标案，那个只是刚开始啊，未来。所以我是觉得啦，这个中国大陆他知道沙特阿拉伯跟他交往是一个长期布局的过程啊。实际上你后来为什么会跟沙特阿拉伯关系这么好啊？实际上也包括武器的交易，因为美国阻止他，因为美国要考虑以色列嘛，所以包括东风的导弹系列啦，包括无人机啦等等啊。那后来就是这个基建工程。那后来你还看到沙特跑去香港跟证交所签那个长约，然后现在沙特阿拉伯又说他要进金砖银行，所以我觉得是一步一步累积出来的啦。那这个过程啊，我觉得美国就没有这样的耐性啊。比如说拜登啊，你如果要重建美国的基建的实力，那你去问自己嘛，他都回避最核心的问题。请问全球排名前20的基建的承包商，美国有没有一家？美国是0家，中国是14家，那其他6家都是欧洲，那你美国为什么会是0家呢？对不对？你怎么不去问这个问题呢？就你美国长期以来就是不管嘛。事实上以前不是只有川普执政之前也是你的奥巴马对啊，奥巴马也执政了8年你那个时候还是人家的副总统那请问那个时候你怎么不去铺桥铺路啊？他现在讲的这些问题啊，在奥巴马时代就一样严重，道路状况不佳，缺少可靠网路，没有自来水。奥巴马时代难道没有吗？都一样。我跟你讲，他现在干嘛搞这个？要买票嘛，讲白了嘛，这一看就是图利民主党的买票方案。急了啦。急了啦，这个叫做地方的小型工程嘛，
哦，那赶快盖一盖啊！那照顾穷人、中低收入的选民也是民主党的票啊。所以你从这里才可以理解拜登在想什么啦。绝对不是佛心来着，突然对美国基建有了极大的伟大的远景，绝对不是啦。奥巴马时代他就干了8年的副总统啊。对不对？都是选举考量，大家是。这个就是选举国家它的特点啊，一定是选举考量。我们看到这个世大运在成都啊，来自世界各国的大学生，这些优秀的大学的体育运动员，都到了中国大陆啊，到成都去。我觉得他们第一个，他们会看到成都的现代化，看到这些场馆的现代化，然后他们看到所有的设备。那么选手村他们的整个从居住到运动场的所有的交通的过程，还有他们休息的时候的逛街所看到的一切，我觉得看到一切的这些都代表什么？中国大陆的高科技，还有他们的技术能量等到他们回到他们国家的时候，他跟他们同学分享，那个就是一种传播，一种效应。所以，即使你欧美的媒体舆论一直在丑化中国大陆。但是这些学生本身就是一个亲善大使，他们回到校园里面所介绍、所讲、所传达的，那我想很多他们的同学都听了都会目瞪口呆，说原来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那我们的国家相对来讲这么落后，然后他们就是说现在大陆人几乎不用现金了，都是这样子，支付宝各种这样刷就过去了，便捷到一个手机处理几乎所有的事情，一个手机几乎处理半个政府的事情，因为政府的绝大部分的工作都已经在手机上直接可以完成了，所以一天一个人可以处理完几件公事，而我们在欧美的国家，我们一天只能处理1件公事。我在法国住那么久，我们一天只能办1件事。这个实在是很缓慢到。你会受不了，生活很悠哉啊，很慢慢的，公务人员也慢慢的，吃晚饭要吃好几个小时。所以你刚刚讲慢慢高速，一开始西班牙办，我们对审查法令也慢慢的，然后你一个文件不对就给你丢在那里，然后就不管你，也不会告诉你，也不会告诉你哪个文件不对，那种官僚气息之浓啊，各位去一试就会知道了，在那边读书就会知道。好，美国要基建，第一个钱是问题，还是问题，第二个。刚刚曾亮也说了，他要编预算1.2兆对，那钱哪里来？再印。第一个，你还是要再印，那你公债要有人买嘛。对。那第三个就是曾亮刚刚有讲了，公司呢，你的合格的基建公司呢，第四个，你的任期就4年，2任了不起8年，你看得到它的结果吗？一个大型的基建厂，你根本没办法，国内的吃不下来，国外的也吃不下来，那谁做？所以嘴巴不用看到结果啊，台湾前瞻也都包出去，对嘛？这是嘴巴讲，嘴巴讲完了以后，那嘴巴讲完了以后什么都不做，这美国版的前瞻预算所以永远就是每一届政府都在埋怨，从卡特就开始埋怨了，对，卡特就说，你看看人家中国的高铁，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啊，到今天还在讲，你看看中国的高铁。你看多少年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我解答一下好不好？我解答一下，免得在这边坐2板凳啊！我跟你讲哈，这个因为我对于这个世大运啊，就是接触过哈，就是你刚刚大家一定有个问题嘛，就是说是为什么美国就瞪着眼往库里拉啊？这我们山东话了哈，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个很丢脸的事情嘛。你刚刚讲到那个基础建设嘛 ，infrastructure 里面。他自己为什么这样？我可以告诉大家，这就是制度上的一种差距了。因为你本身呢，你看了世大运当中所展现出来，因为我对成都蛮有兴趣的哈。它里面的话呢，就是说整个世大运的话，它把它当成门面来举办了。那美国洛杉矶办奥运的时候，把它当成一个生意来举办了。这个门面举办的话，就是会问到刚刚我们月先讲的说，那个来宾啊，那大学生会不会满意嘛？会不会觉得中国是个进步的国家？那美国的话呢，就是说是你花的钱够不够多啊？我们会不会赔钱呢？
啊，所以说各种事情的话呢，因为这个世大运之后的这个馆址在成都的会留下来，对在美国马上就是什么连钢琴都拆掉了，你知道吗？所以说产生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美国会走到今天的话，跟美国的制度是有绝对关系。美国制度是私人兴业，你现在这边讲的 infrastructure 讲的全部都是公家带头干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公家带头在美国，我不记得美国有什么公家的行业。通通都是私人的，私人的效率非常非常高啊。但是公家的行业的话呢，现在基本上大家会觉得，前一阵子我们看到那个火车铁轨，那个铁轨不翻车都奇怪，你知道？我应该是100%翻车，因为美轨的铁轨在石头上怎么能不翻车呢？对不对？感觉上速度用很慢的方式，所以说大家会慢慢了解到，就是说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用公家的力量来维持老百姓起码的生活。我们昨天在聊天的时候，他们讲说，我们好几个家人在加州不敢回去，你知道啊？因为觉得满地啊，越有名的地方游民越多，都睡在大街上。哦，我后来看了一下照片，的确是如此。你到好莱坞的话，整个那个 Sunset Avenue 基本上全部都是游民睡在那里。那你就基本上就是说，你整个公家的力量都没有恢复，你没有社会平等，你没有共同富裕，基本上啥都没有。这种情况下，那自然是可以理解到，大陆本身来讲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以国家的力量来动员，这个性质上完全不一样，所以看得出优劣来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俄乌是不是也挑起了现在欧洲啊的一些这种反西方的情绪哦？看到这个尼日的政变啊，我们直接看画面哦，很多民众是怒砸法国的使馆哦，他们就高喊说“法国滚蛋”啊，然后“俄国万岁”啊这样子的一些口号标语哦，等于说这个尼日反法的情绪哦，来自于之前这种殖民的历史，也可能跟这个驻军资源有关，所以这个军方的支持者就发动了示威哦，上千人包围法国的使馆，把他们这个积压已久的情绪哦，全部通通都摊了出来。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很多欧洲的国家，好像因着这样子的殖民政策，或者是这种难民政策哦，因着这场俄乌战争，变得更加的难以抑制这种情绪。比方说，像是这个荷兰的联合政府也瓦解了。这一位呢是这个任期最久的这个首相哦，他也是内阁总辞哦。那因为这个难民政策跟移民政策哦，我们看这荷兰是因为没有办法应付这个大量的这个，比方说像是非洲啊、乌克兰的一些移民啊、难民的问题哦，所以这一位首相吕特他带领的自由民主人民党啊，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庇护制度改革，结果后来就引爆了他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必须得要总辞啦。他其实这个任期是非常久的。那我们也整理了一下，因为俄乌战争期间哦，直接或是间接下台的欧洲的首相或者是领导人非常的多哦，意大利德拉吉，然后英国呢强生特拉斯，这个马林，这个芬兰的马林跟瑞典啊，当时他们两个要一起，还开了记者会说要加入北约，结果后来两个通通都离开了，还有安德森哦，两个都离开了。摩尔多瓦同样也是这个加夫里利塔，他也是因为这个俄乌战争期间，可能都是处理不好这种通膨的问题，或者是一些这种难民的一些这种立场问题啊，纷纷都陆续的去职了。那现在看起来，这个俄乌战争是不是快要升级变成了核战了呢？因为这个泽伦斯基哦开始夜袭莫斯科，所以他说啊，这个战争正回到了俄罗斯的本土哦，这是难以避免，而且是绝对公平的，就是说他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他是这样子跟全球来宣示哦。那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前总统讲说，如果乌克兰反攻成功的话，就要动用核武，点燃全球核战之火。甚至克里米亚当局也警告说，西方不要试图来进攻克里米亚半岛。那他讲说，这样的一个试图要夺取克里米亚，一定会为欧洲带来灾难，特别对于乌克兰来说更是如此哦。那我们看这个临近乌克兰的俄罗斯这个塔甘
罗格市，那他其实遭到了这个导弹的袭击，现在目前呢，这个受伤的人数还持续在增加，已经大概到了22人，所以也难怪这个俄罗斯现在反应非常的大，就一直不断的把核武拿出来提那乌克兰反击到底是为什么呢？有人说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要反攻啊，理所当然啊，也有人讲说是不是要为和谈来增加筹码？乌克兰本周要跟美国展开谈判然后获得加入北约之前的一个安全保障。那普京也对于这个乌军现在这个开始用一些什么反攻的这些方式他讲说不抗拒和谈，他说可以用非洲或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提议作为基础但是乌克兰因为你正在反攻，所以这个和谈还是得要暂缓，所以这个看起来这个和谈双方交集是越来越少的。那另外我们看乌克兰因为俄军进攻这个五角大厦的前顾问讲说，现在以工业规模在损失士兵因为他们现在乌军正在大规模的浪费生命嘛。他说希望借此获得政治的支持可是这样的支持恐怕不会再有了，因为北约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支持，也就是说他并不看好乌克兰的反攻可能是徒劳无功，然后反倒让乌克兰的一些这个人民的性命又再度有一波的损失。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教授提到，他说泽伦斯基正在失去西方的一些信任因为他处于在一个困境当中，既输不起又赢不了，所以就卡在一半所以乌军的反攻恐怕也没有那么的乐观。那俄罗斯现在好像也在为战局在找一些突破点讲到了这个波兰跟立陶宛，他们讲说瓦格纳的部队感觉上面好像越来越靠近边境了，所以这个波兰的总理他就很担心，他说瓦格纳有100多名的雇佣兵已经接近到这个波兰的边境，会不会冒充非法移民进入波兰，带来新的威胁，是他们现在最担心的事情。那沙国在这个时候跳出来了，他说下个月要举办由乌克兰组成的和平峰会当然既然是由乌克兰组成，就不会有俄罗斯，就不邀请俄罗斯。可是这个《华尔街日报》有提到，西方的官员希望说这一次就是他们讲沙国主办国希望这个说服中国大陆来参加，然后也希望这场战争是不是能够借由中国大陆让这个和谈赶紧的实现呢？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我这个和谈也有方案那这难度很高啦。我现在讲一下那个局面因为俄罗斯在沿着顿巴斯，就是卢汉斯克跟顿兹涅克，大概1000多公里，他已经做好防御工事，他几个月把它盖出来了那个意思就是要长期占领嘛，所以他就做了防御工事，不然这2个地方的居民生活不安宁结果乌克兰他能够攻击的点，大概就只有扎波罗热那个核电厂，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就聚集了几千人除此之外，你有没有看到他都在打一些奇怪的地方比如说打克里米亚的弹药库打克里米亚大桥不然就是渗透进去俄罗斯境内，然后丢几个炸弹或者用无人机攻击就大规模的作战。顿巴斯那2个邦他都推不动那你如果要打扎波罗热，大家又很怕你会不会打到电厂？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整个卡在这里，然后美国也清点了传统弹药，西方的传统弹药大概都用完了，就大概都，然后俄罗斯现在在盖，可是也坦白讲了，就是供不应求了，所以为什么俄罗斯的防长绍伊古特别跑去北韩而且这个是很罕见的举动而且他还去看他的这种洲际导弹的那个什么那个看起来就是，然后当场又讲了说，我们还可以提供北韩新装备这个意思是什么？现在全世界只有2个国家存有大量的传统弹药 ，Number 1叫中国大陆 ，Number 2叫北韩嘛，朝鲜。所以为什么布林肯还要再耳提面命中国大陆，说我们极其严肃的在提醒你，绝对不可以军援俄罗斯因为现在就是传统弹药西方也提供不出来了嘛，来不及嘛，打光了。所以为什么俄罗斯跑去找北韩嘛？那眼看着又有新的交易要出现了，所以坦白讲，这个战争再拖下去对乌克兰是更不利了。可是泽连斯基就卡住了嘛。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谈因为俄罗斯也很硬对于那个顿巴斯那2个邦毫无退让余地现在可以谈的大概只有赫尔松
跟扎波罗热，大概可以谈一谈。另外2个邦都很难谈，所以现在有点卡住了啦。好，赖老师。我觉得欧洲的难民问题搞垮了好几届的政府德国的梅克尔其实也受到难民的冲击不管是最后证明说，梅克尔当时的难民政策其实给德国的生产力带来的一股力量，但是它事实上也给德国社会带来很大的困扰。可是问题就在于这么庞大的难民是谁造成的？其实就是美国、英国跟法国造成的。为什么？因为来自于这个北非的这些，不管是叙利亚、利比亚或者是我们看到那个阿富汗的难民是美国人造成的，叙利亚的难民基本上来讲是美国跟北约他们这些国家造成的，利比亚就是美国、英国、法国他们造成的这些难民，现在又增加，那这些难民就有几千万人，现在又增加了这个乌克兰的难民几百万人。那这个当然就是英国、美国跟东欧的这些国家，也就是怂恿北约，那么跟乌克兰勾结，那给俄国造成了安全上的威胁，那最后爆发了这样的一个冲突。这些难民一直困扰欧洲，而且短时间不可能解决。那我们原本就已经有预测过，有判断说瓦格纳进入白俄罗斯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看起来正在起作用了。这股力量如果把这个白俄罗斯跟加里宁格勒的这条军事走廊打通，那这个整个战略局势就会转变。所以对于波兰来讲，他越来越有压力了，越来越焦虑，因为我相信波兰的情报应该是准确的，也就是说他们发现至少有100多人，100多人，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特遣队前锋已经进去了。那这支特遣队有的伪装成为难民，有的本身伪装成为边界的警察，然后再引导真正的难民也都进来。那引导真正的难民开始越过这个边界，走入这条走廊的时候，他们就混杂在里面。混杂在里面，那就会使这个波兰的警方军方他们产生很大的困扰。你在阻止或者在阻拦的过程中，你又不能够杀因为难民不能够杀。那可是问题就是难民中又有一些瓦格纳，那如果他们慢慢的渗透成功，然后他们开始建立一个火力网，开始进行攻击的时候，那各位想想，你北约要不要被卷入？所以我觉得这个战火，事实上如果因为这个通道很狭窄，对，军事走廊这个通道，通到卡里宁格勒，对，加里宁格勒就整个通了。那一拉通以后，本来在白俄罗斯就有俄国的军队8000多人到1万多人。这支军队目前一直还停留在白俄罗斯。当初有些人认为他会不会是进入这个基辅？如果他转向走入加里宁格勒，把这个通道占领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局势是越来越危险了。对，叶老师，那个这里面最主要的问题是这个战事现在在扩大的迹象这个泽连斯基的话呢，他讲的他的目的呢话呢。他的目的基本上就是扩大战事。虽然他昨天的无人机攻击了这个莫斯科，但是他不愿意承认，没有正式承认我们只要想到说是为什么他会希望战事扩大，就是要表明他的决心跟意志了然后另外现在的话呢，这个战事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俄罗斯的前总统叫梅德韦杰夫他已经强调了，就是说是。目前为止，这个战事扩大的话呢，就是北约提供武器，到底算不算是北约直接参战这种情况，那么这个也是使得这个战事要扩大的迹象，大家要拭目以待。因为梅德韦杰夫讲过好多次他不是光讲而已，他讲说要用核武直接来对付然后他在响应普京那句话，就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俄罗斯的话，那要世界干嘛？他们讲话呢就是非常狠的，就是大家都有一点会害怕。另外的话呢，就是波兰跟立陶宛，波兰最惨了，因为他们自己，大家打开地图看就是加里宁格勒的话呢，那个上面那个就是俄国的那块。俄罗斯的那块飞地的就走廊原来是讲好，但是没有国际上的合作条约，就是一种默契。那瓦格纳的部队的话呢，跟这个普京在一起演了一场双簧以后呢，跑到了这个白俄罗斯去的话呢，屯兵据说原来2万5变成5万，现在变成10万人，然后摆在那边重兵压迫。然后现在波兰的这个总理感觉到说是看样子波兰会非常卷进去，而且最重要的消息是，普丁前一阵子讲说。波兰不要忘了，你西边的领土是苏联的斯大林给你的，
让你拥有的，你千万不要忘了这件事情啊！你实际上的话，本身就没有办法拥有国家的这样子一个领土。我觉得他的讲话每一件事情都有非常强烈的暗示。整个欧洲地区是大乱了啊！这大乱的话呢，因为像荷兰的这个吕特啊，他本身的话呢，哇，他不晓得当了多久的首相啊，非常久啊，他非常久的话呢，但是因为欧洲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殖民时期的时候呢，对于被他们殖民的这个国家呢，态度上非常不好。连荷兰啊、法国在内，我觉得法国算是不错的，你知道吗？啊，对不对？那个尼日现在我不懂为什么尼日这么喜欢俄罗斯啊，但是法国基本上刚经历过一场移民的大暴乱啊，那个大暴乱喊出一个口号，就是说巴黎啊是黑人的巴黎啊，所有的事情你能够想到匪夷所思事情都发生。那整个欧洲地区的话呢，所有的国家会面对移民的问题，之所以会这么困难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表面上谈人道主义，实际上他妈歧视的不得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就这种情况，你知道吗？所以说就是你自己表面上都强调啊什么，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意大利就觉得受不了，因为从大家打开地图一看，意大利上来那个北非来的人，透过那个偷渡的都先到意大利，意大利受不了，意大利说你再这样的话呢，我不给。现在对于赖清德来说啊，这个当然台海的关系或是两岸的关系啊，真的是让他非常的头痛啊。那连他自己哦，台南现在本命区是不是都开始要失火了？看到这样的一个永康哦，就在台南永康的一个大型看板，直接啊正面对决蔡英文哦，说悬赏500万找蔡英文戴博士帽的照片，让大家很难想象哇，台南可是民进党的本命区啊，特别是赖清德是在这边被造神造出来的，现在连台南都对于民进党有这么大的一个厌恶感嘛，要直接这个直球对决蔡英文，你博士论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你博士帽的照片悬赏500万拿出来，这是来自台南这个民众的一个心声哦。所以台南要翻盘的时候，要呛的时候啊，他们现在也会讲说民进党也不是我们台南的爸爸呀，已经开始有这样的声音出现了哟。那再来我们看看过去哦，这个赖清德或者是蔡英文或者是黄伟哲他们在台南这边的一个得票啊，是不是每况愈下？我们看看2010年的时候，当时赖清德啊这个市长得票率第一任的时候60.41%，到了2014年更高72.91%哦。可是你看2016年哦，对比起来，蔡英文的总统大选在台南的得票率只剩下67%哦，2020大概是维持平盘。可是到了去年底，黄伟哲跟谢龙介大概只差了几个百分点哦，所以人家想说，哇，已经不再是这个铁板一块了。从过去6-7成的这样的一个得票率、支持率哦，到现在黄伟哲大概只有微微过半的得票率。所以台南真的要变天了吗？据说现在已经开始有传出，在民间有一个声音说要拔掉台南民进党的2根钉子啊。2根钉子指的是谁？一个是我们这个大名鼎鼎的这个王八千委员哦，这个讲话太直了，是不是？好，王定宇委员，那我们看一下，他其实呢，这个立委选举哦，会联动台南市长的选举，还有特定人士支持，他们现在锁定王定宇还有陈亭妃哦，要拔除这2根眼中钉啊，因为主要王定宇就是因为他这个租房8000块的事件哦，那这个房东房客事件呢，一直深植人心这样的一个形象哦，那所以部分的绿营人士就是按住王定宇的对手，就是无党籍的立委参选人陈永和哦，因此要提早来铲除王这只拦路虎啊，就是说，第一根钉子要拔掉，那第2根钉子要拔什么呢？拔陈亭妃，又是为着谁哦？我们看一下这个陈亭妃的话，是为着可能是赖清德他自己啊本身的大弟子林俊宪可能要接班啊，可是陈亭妃每次都要出来挑战，有没有？前几次都是在那边跟黄伟哲拉扯了半天，后来大局为重，然后就作罢嘛。那当然陈亭妃早就等在那边了，所以你看郭信良7月份这个案被收押之后政坛就传出有心人士想要顺藤摸瓜来除掉陈亭妃，因此呢就是要为这个赖清德的大弟子来开路啊，所以这2根钉子看起来也要动摇。可是，一旦这个如果立委选举被动摇的话，是不是也会间接的或者是直接的影响到赖清德的选举呢？那我们看
赖清德这个很厉害，在韩国这边都有信赖之友会成立哦，而且还搭上了这个北约话题哦。他们怎么讲啊？卓荣泰这个非常登高一呼啊，他讲说信赖之友会在印太战略线上把最北边的韩国补上哦，然后接下来什么纽澳越泰后援会也将相继成立哦，把拼图拼完整。他吓一跳，是说哇，信赖之友会上战场了吗？已经变成用印太战略来形容这件事情哦。那我们当然也蛮赞成的啦。如果信赖之友会要走在前头的话，我们也是给他们鼓鼓掌哦。所以印太战略我们就拭目以待。那再来，现在你看到民进党什么问题都要推给中国大陆哦。比方说呢，今天有看到很多消息讲说，我们台湾不敢用星链，怎么说？就台美的美台官员哦讲说，现在面临到中国大陆的威胁，台湾的基础网络建设可能很脆弱，因此台湾不想要用星链，为什么呢？因为说马斯克亲中。因为他跟这个中国大陆旗下事业有跟中国大陆市场有连结啊，就开始在那边也要抹红星链哦。可是呢，之前我们明明也看过同样的消息啊，是说好像利益瞧不拢，因为彭博社有讲马斯克想要掌控这个台湾低轨卫星的持股哦，但是呢，台湾这边不肯，就说这推动数位韧性这个不 OK， 不可以让你这个持股全权掌控啊，所以应该是利益谈不拢。但是呢，现在反正不管怎么样，所有错都是阿共的阴谋，所有错都是阿共的责任，所以推给中国大陆就 OK 了啦，就没事了吗？那再来，美国其实也都是利益导向哦。你看到国防预算的增幅现在也出现了瓶颈哦。国防学者这个接种他提到了，明年度的国防预算现在编列了4400亿，创新高，但已经出现了编列数哦这个增幅减半，还有作业维持预算可能无法这个足额编列的现象，就钱不够了啦，显示现在国防的预算增加已经遇到了瓶颈了，就我们实在很难负得起这个美国的无底洞的要求啊，一直叫我们买，一下要当布雷岛，一下要当什么岛刺猬岛的，那我们一直不断的买，这样的预算其实全民买单啊。那还有现在解放军哦，也因为这个美国不是要军备援台3亿元吗？马上在央视这边哦就公布了一段画面，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好，我们看到这个解放军就发布了这个锁岛的影片哦。这是28号，美国宣布向台湾提供3.45亿的军事援助之后，央视就在30号随即发布针对这个可能针对性的一个影片，就是掠海飞行啊，看到直升机打击岛上的目标这样的一个实战射击的影片，所以的确是有一些好像要释放讯息给美国一个恫吓的一个意味哦。那再来，美国现在也大肆炒作中国大陆的海外军事基地哦，他们说，现在这个澳洲哦将要升级2个空军的基地基础建设，那升级之后说要强化对于区域危险危机的一个应变能力，这是奥斯汀的讲法，同时也增强就是美澳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美国的报告就讲说，因为中国大陆海军计划在亚洲、非洲这些海外的地方建立基地，这是针对他们的这个研究机构发布的最新的报告说，解放军其实除了吉布地这样的一个海军基地之外，现在还考虑在8个地点来打造新的基地哦，包含了什么斯里兰卡、巴基斯坦、柬埔寨啊、喀麦隆啊、万纳杜啊这些地方都有这个军事基地，所以他们这个美澳的这样的军事基地的一个基础建设的升级是格外的合理的，可能这是美国的一个想法。那我们先问一下亮哥，这个台南前一阵子那个林俊宪去上节目受访，说赖清德在台南要拿到60%的票啊，就表示林俊宪已经完全跟现在的台南完全脱节啊。事实上，赖清德在第2任卸任之后，黄伟哲来选，黄伟哲就只拿到38%的票，就乱成一团了啊，一堆人跑出来选，包括 Crazy Friday 啦，对啊，地表最强里长啦等等嘛，对不对啊？那第2次就跟谢龙介对决嘛，结果勉强拿到50%啊，然后后来议长选举又分裂，然后还有88枪、光电案、卢渣案，还有人家去翻旧账，发现赖清德当市长的时候，登革热死亡率是全台湾第1。我跟你讲啊，这个就是因为赖清德在当市长的时候，台南的新闻大家都没有在报道嘛，对，就他那个光圈呐就
大家开始把那个掀开了，不然怎么可能说一个黄伟哲就掉成这个样子？所以现在西瓜区是选不上的。我跟你讲，而且每一区的立委都有自己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随便讲好了，因为大家就想说赖清德如果选上总统，那大概市长2年之后，2026就内定就是林俊宪要选了嘛。那你把我们的妃子跟8000放在哪里？对不对？对不对？我当然也看到翟轩很羡慕8000块可以租到好房子。没，我的意思是说，要当王8000。我的意思说，这2个人都是有可能选市长的。那人家就想说，哎呦，林俊宪就内地选市长，因为那个赖清德是很强势的嘛，而且新潮流历来在各地方是怎么去跟人家竞争的啊？因为陈亭妃跟王定宇都不是新潮流，可是以目前的态势，他们2个是比较强的啊。那赖清德当选就是内定林俊宪就是他的子弟兵嘛啊。那你再来看另外的，比如说赖慧媛也发生了波案啊。然后林怡景也爆发他弟弟的事情，对，就其实很少看到一个地方啊，好像每个立委都中的啦啊。这个，反正我的意思说，事实上现在的台南已经大不如前了啊。那这个林俊宪说台南赖清德要拿到60%，这简直是匪夷所思了啊！因为现在还有柯文哲你不要忘了，现在是萨卡鲁呢。那个谢龙介那个是1对1耶，谢龙介跟你1对1，你都只有50%哎，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一次选举到最后一定会有很多地方啊，就是这个地方上跟新潮流的恩怨啊，种种都会慢慢的散开了啊。你事实上看到那个柯文哲最后不是讲一句话，说他这次就是在对抗新潮流在选举，为什么他会扯到这里来啊？你有没有发现他这个口号跟上次那个韩国瑜都一样？对，所以事实上他不是在跟民进党选，他是在跟新潮流选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因为他们知道民进党内部有矛盾嘛。所以如果要选，当然到最后几个月了，你就会看到这个矛盾慢慢就会散开嘛。因为现在你去看赖清德的团队嘛，还有包括党中央，有多少是新潮流的？那当选之后还得了吗？你可以去想一想嘛。好，赖老师，新潮流要抢位置啊，对党内的同志下手不会轻的啊。所以我们也很想看看台南在这一阵厮杀中会杀出什么样的特色来啊？这个大家都拭目以待，因为王定宇也是一个不会留手的啊，不会留情的啊，他们的那张嘴都是很厉害的。陈亭妃演戏也很厉害啊。所以我想这个台南是相当的精彩，文化戏剧系毕业文化戏剧系，妈祖所以他们的演戏都演得很好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精彩可期。对于所谓的印太战略的拼图民进党的信赖之友会的海外的这些组织其实我还是强烈的呼吁这些海外的印太战略的信赖的组织。把他们的孩子都送回台湾来参军，因为台湾现在缺兵缺得一塌糊涂，让印太战略更完整。对，让印太战略把最后的那一块补足了，因为我们就是缺兵，麻烦你们把你们的孩子送回来，男的、女的我们都要，因为我们的募兵中男生女生、男兵女兵都很喜欢所以麻烦你们把这个兵、你们的孩子都送回来，不要就只剩下一张嘴，不要人不在台湾住在海外，一张嘴。不要采取行动，把你的孩子、儿子、女儿、孙女儿、孙儿子，不是孙儿子、孙子好了都送回台湾来然后来当兵，我这真的是欢迎我以军中的这个老前辈，我们竭诚的欢迎我们这些海外的都回来台湾当兵。杰仲讲的一个事情，坦白说我是有点忧虑如果说我们的国防部它本身的作业维持费编列不足的话。我觉得这个会危险。第一个，如果都没有备案，也就是说没有去叫小兵去满足一些什么事的话，那军队运作会有困难，会有问题。因为作业维持费最重要，它维持整个部队的日常的运作。那如果作业维持费不够的话，它就没办法正常的运作。那么包括武器装备的保养、营舍的修补什么等等都没有办法恢复，没有办法正常。那问题就在于很多的部队长
为了要应付检查，不管是高装检，不管是银色的这个长官来的督导，或是民意代表来的督导检查等，他们一旦没钱，可是又要维持它的运作，怎么办？其实通常我想当过兵的都知道，那长官就会有很多的手段了，包括放你假去补足什么你去做什么事补足什么等等，这些或者是放你假，你去把什么油漆买回来等等，这些事情这些弊案就会发生，千万不能缺。澳大利亚要想清楚日本都不敢干的事你都敢干了，为什么说呢？日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允许美国使用它的军事基地，设在日本的军事基地针对第三国。澳大利亚如果同意美国使用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针对第三国的话，澳大利亚本身就会陷入未来的冲突的第一线，自己想清楚。可能龙虾又不能卖了，又不能卖了。老师，我觉得这里面的消息就是我觉得马斯克真倒霉，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说这边讲到说，面临中国威胁，台湾的网络基础设施很脆弱，但是不想使用星链因为马斯克本身在中国。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那个马斯克在中国最有名的是特斯拉那个车子，这次的四大运不准特斯拉进去怕他有这个收集资料这上次讲得非常清楚那这个马斯克的话呢，这个里外不是人前后不着店那这个的话呢，这真是谣言到极点了。而且我觉得那个 Starlink 的话呢，基本上人家要不要跟你用都是问题你这边先讲不想用这个非常奇怪另外的话呢，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的国防预算增幅要出现瓶颈？我必须坦白讲台湾是个小岛很穷的大多数人都很穷的。我们大学教授薪水是世界级的低不如名嘴你要了解你要了解这个问题对不对？那你现在的话呢，国防预算搞得这么严重干什么？穷兵黩武你凭什么？你要靠什么？对不对？你美国的军援本身来讲的话呢，买了400-500亿送3亿，这个就跟是那个家乐福试吃一样的道理吧？那有什么好高兴的？那其实我觉得解放军本身应该是强调说，这里面的问题的过程当中，要引发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不要这个跟大陆打仗嘛，根本不要像这个接种里面讲的国防预算增幅出现瓶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你在一个很穷的环境当中，你出现这种问题，当然是问题严重了。为什么大家喜欢搞政治？为什么？那是唯一的就业机会对于很多人，他只有靠这个来搞对不对？那其他的话呢，你读书在台湾都没有用我昨天跟我们台大几个同事在一起，大家都是非常感叹的，对不对？这个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嘛。另外的话呢，我觉得说是美国还炒作中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大家知不知道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有多少个？前一阵子有一个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候选人，他自己都公开讲了。不止500-600个，在整个世界各地的话呢，占据的位置而且基本上都非常好重心就摆在东亚地区、欧洲地区就非常多那在欧洲地区，原来我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就有同学是在这个驻德那个美军那边在教书的什么的那个军事基地非常多，那都是海军、空军、陆军都有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个人是感觉到就是这个。澳洲本身要参与这个奥库斯的话当中，我觉得澳洲自己稍微要想一想，那个纽西兰的那个外交部长叫马胡塔，他的观点讲说，你这个事情那参与了美国要你做事情就做的话，等于是跟魔鬼打交道你把你的灵魂都出卖掉了，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对于这个纽西兰来讲的话呢，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怎么突然一下子要卷入这种军事威胁当中？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